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i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and that I will obey 圣地亚哥的航空母舰博物馆，它目前是全美排行25名以前的博物馆。这支航空母舰自1945年开始运转，1992年除役，是个超大型的海上城市。曾经呢有22万5千多名的水手在上头生活过。不是一次载22万是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人。中途号航空母舰服役的时候呢，日本已经投降了，所以他没有参与到2次世界大战。航空母舰目前停到圣地亚哥的港口也是美墨边境的圣地亚哥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2个人一个美国大兵亲吻着一个女生这一幕呢是当时呢在圣地亚哥被拍下来的一幕那你知道吗？新闻总是创造出来的，对吧？那也因为这一个当时被杂志所拍到的这一幕精彩的这个杂志片头所以呢，它就怎么样呢？它很简单呢，它就呢变成了圣地亚哥的胜利之吻把当时杂志上面这一个美国水兵抓的一个护士亲吻的照片呢，你知道吗？就把这一个变成了什么？当时杂志的封面。那当然呢，这一幕刊登出来呢，也震撼了全世界。哇，怎么拍的这么好？就把这个雕像呢立在这边，这个实在太经典了，建造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雕像来纪念。难怪圣地亚哥来这边朝圣之一胜利之吻也称为胜利日之吻世纪之吻，在1945年的8月14号发生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幕亲吻日本宣布无条件的投降，纽约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胜利。在时代广场的活动当中呢，有一个水兵亲吻的女护士，这一瞬间被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拍到了，把这一幕移植到这里来。除了有士兵，每一年的8月14还有数百对男女在时代广场重现胜利之吻你看，我们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圣地亚哥，但是这一幕呢，其实是在时代广场所发生的，被当时的 Affleiter 这个摄影师呢拍下来那以纪念2战结束后呢胜利之日的吻呢，轰动了世界。哇，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呢，新闻有时候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幕，这一张照片呢，把它立在这边呢，变成了雕像，寻寻觅觅，一直到了1979年的时候呢，女主人才现身男主人也在2007年呢现身出来。那我们现在坐上了圣地亚哥 San Diego 的渡轮，感受一下 American Style。在圣地亚哥，美国 California 州的一个太平洋的沿岸的城市。在圣地亚哥的首府的首都啦气候呢很温暖这个地方呢也是美国的第8大城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美国很大它算是一个美国很大的都会区美军在圣地亚哥设有多处的军事基地，美国的海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美国的海岸防卫队，这里呢还有2艘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跟雷根号还有好几艘的核潜艇圣地亚哥它的海港非常值得，还有包含了海军陆战队也在这边，全美仅存了2处的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中心，所以有人称圣地亚哥为海军航空兵的诞生地那佛罗里达也有啦这里呢除了退役的，还有美国的各式各样，包括联合国，你看这些都是美国的战舰、军舰全停在这里联合国的、红十字会的等等
那我们现在呢，坐上了圣地亚哥的渡轮游览这个港口上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船只啊，都是属于军方的那当然，在这一趟我们也来到了圣地亚哥的海陆豪华餐其实我特别有时候打上豪华2个字我是觉得我比较喜欢叫风味餐我觉得任何一个商品符合它的价值就非常 OK 了那这一餐当然呢，每一个人呢都觉得非常的豪华。这间餐厅是我第一道来在圣地亚哥的港口的边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个属于比较地中海型气候的圣地亚哥不会下雪的一个城市大部分的天气呢都非常非常的晴朗美国人自己本身呢也都非常非常喜欢来到圣地亚哥来旅游虽然圣地亚哥因为靠近了美墨边境治安上呢总是呢令人诟病的，担心咱讲真的台湾的安全吗？全世界都是讲很多人说台湾的治安非常差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它治安死角的一面每一个国家呢也都有它令人不喜欢的一面你说像，当然犯罪率有可能会比较低但是呢，基本上全世界各地马都有小偷，马都有坏人所以当我们世界各国呢，我们只要尽量避开这个区块，那就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圣地亚哥的，算是它的古城这里呢有几个圣地亚哥的可以旅游的方式那我刚刚说了圣地亚哥在美国呢犯罪率呢已经逐年的下降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呢圣地亚哥因为跟墨西哥的边境的接近的关系那圣地亚哥呢它最主要的是以国防制造跟旅游业为它主要的一个游览项目经济支柱。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它的古城区，其实呢这是统称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将可以看得到圣地亚哥的历史圣地亚哥创城这个名字一听呢就知道呢，西班牙人来到这个地方来看来家和名这简单圣地亚哥你也就知道了看这个名称呢，别小看在美国有非常多的西班牙裔有在美国那这个跟历史也有很大的关系啦美国第8大城，California第1大城，人口130万人这里呢，海港是它最主要的资源之一那这里呢，每一年呢，在邮轮季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大型邮轮呢，就停靠到圣地亚哥，在这个充满了 California 阳光美丽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来美国走一走，总是带有一种自由的气息，真的这个连呼吸都有这种感觉
美国的消费也很便宜虽然我常常很大力的推崇这个美国之旅但是总是很多人会觉得美国没什么，我觉得美国有什么也非常值得一游真的要端看大家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什么这里离墨西哥非常的近开车约20分钟你就可以到达了这里也可以看得到很多西班牙式的建筑，因为这里曾经被西班牙统治将近200年所以这里有很多道地的墨西哥餐。很多人可能认为现在的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圣地，但当时美国在还没独立之前，其实有非常多的欧洲国家基本上也是欧洲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来这边呢殖民了所以呢圣地亚哥就有非常强烈的殖民色彩。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西班牙的建筑、道地的墨西哥菜还有这个好喝的 tequila 这都是证明了他们当时tequila 当然不是西班牙，是来自于墨西哥那也因为它靠近了墨西哥这里的墨西哥菜、西班牙菜、tequila 都是很多美国人来到这边要去品尝的。也因为拥有了海滩，拥有了非常多的酒吧，你也就知道了所以以前治安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喝酒闹事的很多。无简单呢，起码我们看无虾米，但是以前呢，你看看，然后你们看到的窗子就叫防印第安人的。很多的老外来到这边做日光浴，吃这里的墨西哥菜，看看这里西班牙的殖民。不管你看到的那一块是属于墨西哥的文化，还是你看到的那一块是属于西班牙的文化，这里的阳光好像不用钱一样这里美丽的海滩。那来到这边呢，还有很多人呢会安排的圣地亚，你看那个骷髅头万灵节就是墨西哥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节日虽然我们没有去墨西哥，但是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得到有没有我不讲，你看国旗啦，然后再看看这个仙人掌了整个像不像墨西哥的风味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其实圣地亚哥呢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杀人鲸的海洋公园但是当然我个人认为呢把这杀人鲸拿来做表演呢以环保意识来讲的话，我觉得残忍的一点但是呢还是吸引了非常多人去看这个表演在这边呢，每一年都可以看得到沙滩很多的人在举办的婚礼圣地亚哥是个非常棒的度假胜地。你看在这里面走有没有像墨西哥我不跟你说，你还以为到墨西哥，所以到圣地亚哥有2种文化可以看，一种呢是西班牙文化，一种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墨西哥的文化。那你到了海边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水上活动。到了海边去的时候呢，哇，辣妹真是一堆帅哥也是一堆在这里就是有这么多特色的地方，餐厅、运动酒吧、圣地亚哥漂亮的海滩，这些墨西哥的像是它的文化特色在这一个集中的墨西哥圣地亚哥的古城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在这里都体验了美国的西部文化LA 到圣地亚哥这一段路其实不远远的呢是它的塞车让距离变得遥远了。那这就是大城市现在的城市，每个人都有车，每个人都想往城市市中心挤，当然城市的塞车也就越来越严重啦
这个船头上面写的 Star of India， 叫做印度之星。然后这个帆船呢改成那个博物馆。那老外呢常常教育小朋友哦，早期的船员，你看要拉帆呐、拉帆是很辛苦的一个事啊。然后什么风向拉什么帆，然后这个船呢进入了这边，现在当成博物馆。好。